叶长英去世的时候，安悠悠还是个学生，所以陈志民也没有见过叶长英本人。但是他从学生时代起，就是破青会为安悠悠量身打造的。当时与他一起被量身打造的年轻男性书生有20几个，这些人大部分是纯粹的华人血统，少部分是华人血统与其他血统的混血，甚至还有几个白人和黑人。之所以选择一些混血甚至白人与黑人，也是因为破青会不确定安悠悠成年之后的择偶观会怎样，所以他们选择了20几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性书生，然后开始让他们进行严苛的学习和训练。安悠悠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当初他身边出现过的那些成绩极其优秀、学识极其丰富、绅士风度远超普通同龄人的杰出男生，几乎全是破青会的书生。破青会的意图也很简单，用大量经受过严苛训练的优质男性将安悠悠包围，如此总有一个能打入安家内部，而陈志民就是最后的胜者。陈志民其实早些年就对安家所有人的资料烂熟于心，即便他没见过叶长英，但他也看过叶长英所有的资料，这其中也包括了影像资料。只不过叶长英毕竟去世多年，而且他与安悠悠结婚之后的这么多年，便没再去复习当年做过的功课，所以对叶长英的容貌有些忘却了。但毕竟是10几年前刻苦牢记的资料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叶晨有些眼熟，仿佛似曾相识。叶晨此刻见他略有疑惑的样子，呵呵笑着问道：陈先生觉得我眼熟？对，陈志民不觉有诈，只是非常认真地说道，确实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叶晨笑了笑，将口罩丢到劳斯莱斯的控制台上，大大咧咧地躺靠上座椅靠背，双手一摊，淡淡道：既然陈先生看我眼熟，那我索性不装了，摊牌了。陈志民此刻察觉到了异常，一边悄悄伸手去主驾门板的储物格里掏枪，一边皱紧眉头问叶晨：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谁？叶晨微笑道：陈先生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还要叫你一声小姨夫，毕竟你跟我小姨的婚姻还在存续阶段。叶晨这话让陈志民顿时大惊，他脱口道：你是叶晨？咦？叶晨好奇地问道。小姨夫知道我的名字？陈志民一边握紧手枪，一边难掩兴奋地说道：我们找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就在纽约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我这就给你外公打个电话，他知道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说罢，他装作去掏手机，下一秒却将手枪掏出来，对准了叶晨的脑门，表情狰狞地冷声道：叶晨是吧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知道我是你小姨夫，还费尽心机跟我玩这一手，这么说来，你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。叶晨见他面露杀气，已然完全撕去伪装，便笑着说道：你不过就是破青会的一届书生吗？看起来好像挺风光，其实不就是一条锁链稍微长一点，而且需要定期服用解药的狗吗？操！陈志民表情极度阴霾，死死盯着叶晨，咬牙道：看来你了解得很清楚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杀了你，然后去向英主领赏？叶晨淡淡道：我了解的远比你以为的更清楚。顿了顿，叶晨又道：另外，我劝你还是把枪放下，因为你这把手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知不知道，你们破青会4大伯爵死了3个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死于我手。知不知道，塞浦路斯的死士驻地，所有人都已归降于我。你区区一介书生，敢拿枪指着我，真不怕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，顺便再找个机会杀了你那做骁骑卫出身的父母吗？陈志民瞳孔瞬间猛地一缩，瞬时间凶相毕露，他咬紧牙关，怒喝道：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敢拿我家人威胁我，你都该死。说罢，他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叶晨忽然出手，一把握住他手里的枪，大拇指压住手枪后方的击锤，稍稍用力，啪的一声，枪没响，但合金制成的击锤已经断开，没了击锤，手枪就失去了激发子弹底火的关键部件，
即便陈志民不断用力扣动扳机，手枪也完全无法激发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叶晨竟然会有如此实力，仅用一根手指就能将合金打造的击锤直接掰断。这一刻，他顿时惶恐无比。要知道，他们这些书生为了最大限度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从小就不允许习武。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、学习再学习，确保他们能够考上这世界上任何一所顶尖大学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潜入任何一个家族，即便是安家，也根本察觉不出他们的异常之处。而这也就意味着，陈志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。在叶晨面前，没了枪，他只能束手就擒。于是，他立刻换上一副惊恐不已的面孔，将手枪丢到后座，举起双手对叶晨说道：“晨儿，你别误会，我虽然是破青会的书生，但我真的一心一意为安家。我跟你小姨也是真心相爱的。”叶晨冷笑道：“在我杀了破青会这么多人之后，你还跟我说这种屁话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是高估了你的口才，还是低估了我的智商？”陈志民痛哭流涕地说道：“晨儿，你既然了解破青会，你就知道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从小到大，只能是英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稍有懈怠就会惹来杀身之祸，就更不用说反抗了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不用徒劳了，今日之后你必死，我会亲手杀了你，还有楼上那个钟永博，用你们俩的人头给吴飞燕一个盛大的欢迎礼。”陈志民一听这话，顿时歇斯底里地说道：“你杀了我，你小姨不会原谅你，你表妹也不会原谅你，你外公更不会原谅你。他视我如己出，待我如亲生，你杀了我，他这么大岁数，怎么承受得了？”叶晨淡然一笑：“不久前，我给我外公发过信息，他告诉我，能杀便杀，所以今日你必死。另外，安家人不会助纣为虐，我小姨如果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她也不会对你心存善念。至于我那个从没见过的表妹，如果她觉得我是她的杀父仇人，将来尽管找我寻仇便是。”说到这里，叶晨话锋一转，反问他：“你自己觉得，你的女儿在知道你的真实面目之后，还会把你当成父亲吗？”